你好，我是欧尼哥。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二 B 形态。二 B 形态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简单而且好用的一个形态。那二 B 形态的这个 B 呢，它是 break，就是突破的意思。所以二 B 呢就是 to break，就是代表就是双突破的意思。那所以这个形态呢，主要的形成的条件就是有两个突破。通常二 B 形态的出现呢，是一个趋势反转的一个前兆。所以在做趋势交易的时候，如果看到这个形态的话呢，大家就是会需要千万小心。那如果想要做一个反向操作的话呢，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入场时机。那二 B 形态的条件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明了，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因为是一个趋势反转的一个形态，所以呢，这个形态出现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市场它正在处于大幅上涨或大幅下跌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形态的第一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 A 到 B 呢，这是一个正常的回撤。然后呢，市场它突破之前的高点，产生 C 点。那 B 到 C 呢，就是第一个 break， 就是第一个突破。那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它还是一个正常的上涨条件。那如果现在 C 测试 A 之后又往上走的话，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持续的上涨趋势。那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市场它向下突破了 A 点，那所以当 C 点呢下降的时候，它没有在 A 点找到支撑，然后反而突破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 break。那用二 B 形态入场的这个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你可以选择这个市场它突破之后你就马上入场，或者你可以等到这个市场它测试了这个之前的阻力位，然后呢再入场。那通常会建议等到突破之后呢，回测之前的这个高点之后再入场会是比较稳妥的。那止损呢，就是也是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入场的理由呢，是我们相信这个市场它上升的趋势已经结束了。那所以呢，如果市场再一次突破 C 点的话呢，那就代表说这个上升趋势还会继续存在。那我们入场可以在这个 A 的阻力位入场。那如果市场它产生新高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就要止损出场，那不能一直抓着。那这个呢，就是二 B 形态的一个形成一个条件。那这个呢，就是你用二 B 形态介入市场的一些条件呢。那二 B 形态背后的逻辑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一个市场它在一个上升趋势的时候呢，通常这个回调呢，它会测试之前的高点，但是呢，它比较不容易去突破，而且通常突破之后呢，都会向上涨一段之后再回调。所以像二 B 形态，它这个突破之后呢，马上跌破之前的高点这种情况呢，就代表它的上升趋势已经减弱。那可以说市场它第一个突破呢，是一个回光返照，它是这个上升市场的一个最后一搏。那相信大家在看二 B 形态的时候呢，会发现就是说，这个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顶底的一个形态是非常的像的。这个市场呢，它产生这个 higher high 之后呢，它下跌产生了一个 lower high。然后呢，没有产生一个 higher high， 那这个价格行为呢，在这个顶底的一个形态里面呢，也是一个转换的一个趋势。那所以呢，这个背后的逻辑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上升的趋势已经减缓。那所以把你自己想成这个参与市场的人哈，那如果说你看到了这个市场它一直持续的产生 higher high、higher low， 突然呢在产生了一个新高之后呢，这个市场马上下跌，然后突破了之前的支撑。这个时候呢，大家觉得说这个市场的趋势还是牛市的时候呢，那会有一部分的人在这个低点入场。那但是呢，他们发现就是说，这个市场怎么样也突破不了之前的这个阻力的时候呢，那所以呢，这个市场就是会进一步的往下跌。所以呢，这个就是二 B 形态它为什么会反转的逻辑。那当然，大家如果说在这里买入的话呢，这个产生了一个新高，那就代表说这个上涨的趋势还是继续。那这就是为什么其实不管哪一种形态还是工具的话，都不是100%的。那我们现在这个二 B 形态呢，提供给你的是一个趋势反转的一个前兆。那但是呢，它并不代表说，只要有二 B 形态，它一定会反转。那所以呢，风险管理跟这个止损就一定要准备好。那不然的话呢，如果说你会觉得说我在这里入场一定赚，那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易方式。那我们现在来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在一个真实的市场去发现这个二 B 形态。
所以我通常用2B 形态交易的时候呢，我不会只仰赖于就是2B 形态。那我们现在是看到的是英镑对日元，然后呢，我通常会到这个日线图。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市场它多次测试了这个支撑。那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它第5次测试这个支撑时候呢，那市场它上升下跌又测试，但是在这里产生了多个影线。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啊，这个市场它可能还不会突破这个支撑。然后呢，我们再下到这个4小时图，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跌的趋势。那市场呢，它在这个地方呢 B 到 C 来了它的第一个突破，然后马上在这个之前的高点，这个 C 也突破了这个之前的 A 点。那产生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第2个突破，然后这个市场它突破了 A 点跟 B 点之后呢，它回调测试了之前的这个高点，然后呢就是再进一步的往上走。那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地方入场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2B 形态的入场。那当然，这个2B 形态有非常多的一个变形呢，你可以去依照当时的情况去做调整。那有些眼尖的朋友他一定会看到，就是说，那2B 形态，那这里在这个前面一点，那是不是也是一个2B 形态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它确实有下跌，然后呢它回撤之后它突破了这个 A 点，那又马上回去突破了之前的这个阻力。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合格的一个2B 形态，但是呢这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这里测试了这个阻力之后回调，它没有再次突破这边的阻力位，然后呢它马上下跌突破了 A 点跟 C 点，然后产生了一个新低。如果说你在这个2B 形态入场的话，那你会需要在这个地方止损。那当然我不是说因为我在这里入场了，那所以这个市场一定会反转，我还是把我的止损设在这个之前的这个 C 点的下面。所以呢，如果市场它没有向上突破，反而下跌的话，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2B 形态它是不成立的，那我们就要认赔出场。那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哈，那没有人他可以预知市场它什么时候到顶，什么时候到底。那我们能做的呢，只是一定程度的预测。那就好像是你去冲浪一样，就是等到浪来了，那你才可以就踏着冲浪板就是冲浪。浪来的时候呢，它通常都会有一些征兆，那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征兆呢来预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搭上这个市场上涨下跌的这个海浪。但是呢，我们的预测不是100%的准，那所以呢，这个风险管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当然，我们不能只单单依靠这个2B 形态，然后来去做交易。那2B 形态呢，多少还是有一些片面。那你会需要搭配整体的趋势然后一些其他的工具来告诉你说，这个2B 形态有没有其他的佐证来证明它是有高几率是会转向的。但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呢，我们宁愿去错过这个交易机会，也不要去贸然的下单。那可能是在2B 形态还没有形成之前呢，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市场一定会反转，或者是在这个市场它有这个2B 形态产生的时候呢，你去重仓下单呢，这个也不是非常的明智的。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这个交易的金句。那这个呢，是对我在交易的生涯中有很大帮助的。那如果说大家喜欢我这样子的分享的话，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那可能每一期的最后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名的人讲过的话呢。那我会跟大家解释说这句话是怎么样帮助我在交易上面呢有更高的一个体悟。给你带来麻烦的不是你不知道的东西，而是你自以为很了解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他们不会伤害我们，我们不知道就不知道，那这个机会可能就过去了。但是最麻烦的呢，就是说我以为我知道，那说可能就是说因为我知道2B 形态，那所以我知道这个市场它在第2个突破的时候呢，它一定会反转。你自以为你很了解这个东西，但是呢，殊不知说这个你自以为了解的东西，反过来害了你这个市场它第2次突破之后，它没有反转，反而就再进一步的下跌或上涨。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当初自以为说这个市场它一定会反转，那所以你做了什么？你重仓，你没有设止损，那这个市场没有朝你方向走的时候呢，那你反而被套牢，那甚至会有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呢，再强调一次，给你带来麻烦的不是你不知道的东西，而是你自以为很
很了解的东西。所以记住这句话，你在交易的时候呢，要敬畏市场，然后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所以呢，永远不要告诉市场该怎么做，那是观察市场，然后看这个市场它给你什么讯息，然后呢，你再去照市场它给你的讯息去做一个反应跟介入。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简短的一个分享。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那这一次感谢你的订阅与点赞，那我们下次见，拜拜。